这里一片都是白色的梅花，很浪漫哦，很适合情侣来的地方。我现在走在一座吊桥上，其实有一点摇，而且很恐怖，因为很高。这里一堆一堆的大理岩石很壮观，而且它的泉水也很蓝，漂亮这里的山景。这里还有一个迷你版的瀑布。这个山洞里的石头会发亮哦。大家都有带 helmet 围住我们，我们现在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这里走着。会有碎石，是那个就是他们所说的酋长岩，长得很像酋长的脸。这是导游刚刚买给我们的三星葱油饼，它的外皮很酥脆，里面的内馅就有鸡蛋和葱，味道蛮不错的。我们今天会在花莲住一个晚上，但这个就是我们今晚要住的地方，它叫卡达 hotel。这个 hotel 是以脚车为主题的 hotel 啦，所以它的装饰很特别，都是以脚车的 element 为主。听柜台的工作人员说，这里是有的租借脚车的服务啦，所以等下我们可能会租脚车出去玩，看一下有没有时间。hotel的对面就是便利商店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。好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，一眼望完，电视机，还有包格尼，是对着海景的。可是现在天有点暗，所以看不到什么。因为我再拍给大家看对面的海景。这里有一面全身镜。先来看看它的浴室。
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浴室、淋浴间。整体上，我们的房间就是长这样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东大门夜市，这里有很多吃的。很疗愈的声音。另外再点多一份牛小排。刚刚在夜市就没有吃到很饱啦，所以我们就来这里吃这个扁食。鲜虾扁食，很大一颗，里面的内馅满满，味道是不错啦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回到酒店，发现他们准备给我的小惊喜。Happy birthday to 楚玲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这是他们托导游帮忙买的蛋糕，它是 from 一个叫85度 C 的 bakery shop， 味道是不错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我们现在要准备租脚车出去夜游啦。在卡达Hotel租借脚车是免费的。可是如果有任何损坏的话，需要付赔偿费哦。酒店的同一楼层除了有的租借脚车以外，还有健身房。另外这里也是有露天的游泳池哦。早上的话应该很美，因为对面是海景。我们现在正在检查着脚车的状况，要 make sure 轮胎、所有的装备 everything OK before 我们出发。要手电筒哦。这是我的脚车。刚好路过一家麦当劳，所以我们进去看有什么可以买来当宵夜。耶！我们刚骑脚车回来了，刚就是骑脚车绕了中山路一圈啊，然后顺便在那里的商店逛一下啦，等就顺便打包了麦当劳回来当我们的宵夜，蛮不错的体验啊！这是我第一次在除了新加坡以外，在其他国家晚上 night cycling 啊，是个蛮不错的体验，而且天气蛮冷的，所以你骑脚车的时候呢，风吹，感觉超舒服的。这个是我们刚刚买的东西，风味鸡翅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！今天是我台湾去的 Day 5，然后等下我们就要从花莲去到宜兰，然后现在我给你看一下，我们昨天晚上住的卡达 Hotel 外面的风景，因为昨天是晚上嘛，所以看不到。首先给大家看一看，早上的时候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哒哒，我们的房间是对着海景的。如果有日出的话就 perfect。这份是导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草莓，很大一颗。现在先来吃个早餐，
这是我们 hotel 包的自助式早餐。我们现在人在七星潭，可是雨下很大。由于下雨的关系，我们就不在这里逗留太久了，风太大了。瞧瞧我的裙子，试到完。因为外面风真的太大了，来一颗草莓压压惊，很甜哦，而且很 juicy。定制渔网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七星潭看到的那一个直的那个，有没有？第一颗浮筒，我就讲第一颗浮筒那里，这里比较近，那里大概10几20米，七星潭那里大概30米。第一颗，它就像一面墙，鱼呢游到这边撞到墙，然后往两边游，它游到渔网里面呢，它就困在第一层。第一层是抓大型的鱼类，第二层是装中大型，第三层是抓中型鱼类。它的旁边都有网洞，你只要鱼游进去，可以从这个洞里面钻出去，就表示这个鱼很小只，我不要，等到你长大了再来抓。所以说它这1层、2层、3层，这里到这里的深度，这个这样深度250米啊！哇，这个网很深哦，所以说250米，你还要固定在海底的礁石，就等于说那里的深度最少要280到300米才可以。这个叫大型的定制渔场。渔船呢，它早上大概6、7点跟当晚4、5点，它会过去停在这边，它把下面的渔网有没有升起来，就鱼啊，就滚到一边，再把鱼抓起来，带回去卖，每天都新鲜的。抓什么，我们这里你就吃什么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、分享及订阅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。